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Zack 学美股。今天我们聊一下七大巨头哪一个更划算，哪一个更便宜。我们不谈新闻，也不聊情绪，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噪音。我们只从基本面上来分析一下，看哪只股票或者哪几只股票是低估的，哪些是高估的，应该买哪一只股票。现在市场情绪还是比较恐慌的，恐慌贪婪指数现在还处于恐慌阶段，上星期更是处在 extreme fear 极度恐慌阶段，现在好一点了。买卖股票的时候最忌讳跟着情绪走，人一害怕或者过度兴奋，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不光是市场上的情绪，还要避免自己的好恶。不能说因为你喜欢用哪家的产品，所以就死买它的股票，也不能因为说你讨厌哪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 CEO 就完全不买他们的股票。我们只从基本面来分析，我们只考虑哪只股票未来能给你赚更多的钱，那个就是我们应该买的股票。前几天我的视频分享了我选股的逻辑和思路，除了分析这家公司的产品护城河，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对这些公司进行估值。估值的时候主要有几个角度 ，PE ratio， 而且要看它历史上的 PE， 自己和自己比，看现在的 PE 值是处在高端还是在低端。另外一个 PE ratio， 这个是考虑了增长率以后的 PE 值，更准确一点。更准确的是 DCF，Discounted Cash Flow， 现金流折现法。对这些公司进行更准确的估值。首先看 PE ratio， 这里列出了这七巨头的目前的 PE ratio， 可以看股票软件里边直接显示的这个数值，也可以到网站上去看，比如像 Yahoo Finance， 这里都列出了它的 PE 值。从 PE 角度，目前低估最多的是 Meta， 27.53。和它差不多的 Google 28.46， 虽然 Google 今年以来涨的是最多的，涨幅好像接近了50%。英伟达 55.03， 看起来很高，但是和它自己比的话，并不是处在最高的阶段。特斯拉就太高了。我们再看历史上每只股票的 PE 值 ，PE 值的历史数据。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 Zacks.com， 和我名字差不多。这是英伟达历史的 PE 值，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现在还是55点几，但是和它自己前几年的 PE 值相比的话，现在处于一个相对低点位置。虽然比4月份市场全部大跌的时候高了一点，但是比它历史上，尤其是过去这1-2年，现在的 PE 值并不算太高。我把每一家的 PE 值的历史变化图都贴在这个 PPT 里面了。苹果 Apple 现在的 PE 值36，已经处于过去这2-3年比较高的位置了。微软 Microsoft 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正常范围，中等范围，既不高估也不低估。Google 可以明显看到过去这2-3年，现在的 PE 值已经属于高位了。亚马逊，它的 PE 值35，数字看起来不算低，也不算太高，但是和它历史上的自己的 PE 值相比，现在处于一个低点。不过亚马逊的 PE 值向来是不太能作为参考的，因为亚马逊会花很多钱在基础建设上，去建数据中心啦、库房啦，所以它的 PE 值向来都很高，而且还有特别高的时候。亚马逊的 earning 经常是被做得非常低，把钱都花出去投资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本身是一个不赚钱的公司，因为它投在那些基础建设上的资金，日后必然会有回报。当这些基础建设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 earning 利润就会大幅增长。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来，亚马逊的 PE 值和它的股价
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相关性。Meta 从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次股价暴跌之后 ，PE 值处于21，也处于它过去这2-3年的一个非常低的点。特斯拉 PE 值和它的股价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现在的 PE 值234左右，是它这几年以来的最高点。我把它们的历史 PE 值小图都放在这里，大致上也能看到趋势。接下来再看 PE ratio， 这是考虑增长率以后的情况，相对来说对估值更准确一些。股票软件里边一般不显示 PE ratio， 因为牵扯到增长率，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我们可以在网站上，财经网站像雅虎 Finance 上面看到 PE ratio， 考虑5年的增长率的话，目前 Tesla PE ratio 8.74， 把7巨头的 PE ratio 都贴进来以后，可以看到最便宜的英伟达，它的 PE ratio 只有 0.88， 也就是它的 PE ratio 比它的增长率还要低。如果 PE ratio 是1的话，说明它的 PE ratio 和增长率是相同的。比英伟达稍微差一点的是 Google 和 Meta， 这2个都是1点几。从 PE 角度，最便宜的是 Meta， 从 PE ratio 角度，最便宜的是英伟达。接下来我们再看现金流折现法进行的估值。DCF 方法估值就要用自己的计算表格了。我们看一下其中3个算出数字以后，我觉得还比较震惊的。一个是英伟达，它的成长率姑且按38左右去看，但实际上过去几年的现金流增长率经常是远远高于38%的。不过我们还是用分析师们所估算的增长率38%左右去算的话，保守一点估价的话，它的合理估值是231。如果更乐观的去估价，它现在估值是405。这个保守和乐观是因为我在算的时候，如果考虑中值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如果不考虑中值，也就是说20年以后这个公司我们假设它就倒闭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无论用保守的还是乐观的，目前英伟达的股价都是低于估值的。我们看一下现在英伟达是多少了？现在193。英伟达的估值我前2天做的时候它还是188呢，现在193了。如果放入193，依然是低估16%，即使按保守算法的话。再看一个苹果的增长率11%或者19%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近几年并没有很高速的增长了。算出来的数字，无论是用保守方法还是乐观的去看，它的股价现在都是高估了。苹果现在274，这是用我自己的 DCF 估值的模型算出来的数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大致上应该还是有一个参考价值。苹果的股价现在高估这么多，我个人作为一个投资美股的人，是现在不会去买它。这就要说到前面讲的，不能用自己的好恶去判断要不要进入，要不要去买这个股。我生活里面，我的电脑啦、笔记本、iPad、手机基本上都是苹果的，但是不能因为我觉得苹果手机好用，我就死磕苹果就去买它，还是要等它价格合适的时候才能去买。再看一下 Google 的成长率，我们按15%去计算，这也是大部分分析师认为的数字。如果不计算中值的话，也就是保守的看，它的估值130；如果乐观的去看，估值也就是211。现在的股价，即使你用很乐观的角度去看，它也是高估了。Google 是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带着情绪或者好恶去判断它的股价是否合适买入的公司。
Google 是我最喜欢的公司，它的 AI、它的搜索引擎、它的 Gmail、它的 Google Map，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要用的，包括现在在用的 Google Docs。我的生活完全离不开 Google， 而且我以前也买了不少 Google 的股票，但是现在它高估了，这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加仓的价格。这是过去1-2年我买 Google 股票的价位，现在的平均价是144，但是在这个高度，我肯定就不会再去加仓了。把 DCF 估值全都填进去以后，我们再看现在的股价，这些股价是昨天的收盘价。从股价和估值相对比来看的话，3只股票是相对低估的，最低估的是英伟达。它的估值230多，现在199，昨天收盘199，现在可能又降了。Meta 661，现在是差不多620了吧，应该目前的这个价格。亚马逊估值和股价现在大致相当。微软和 Google 这2只股票现在都是价格稍微高于了它的估值，并不是一个好的开仓或者加仓的位置。特斯拉它的价格比估值那就要高很多了。从投资的角度去看，我不会去买入特斯拉，但是从交易的角度，因为特斯拉的股价波动是非常大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做交易的目标。再一个，特斯拉有可能是未来会改变全世界，甚至改变所有人生活的一只股票。我倒不是多看好它的电动车，而是看好它的机器人。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机器人降到比如说1-2万美金，他在家里能扫地、能做饭、能照顾孩子、能打扫卫生，那将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不过目前还看不到它的机器人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也很难说最后这种机器人是谁造出来，一定是特斯拉吗？也不一定。如果它造出来那一天，我相信它的股价会暴涨。在看到这类产品的苗头之前，我还是谨慎一点。再从这几只股票的技术图形上说2句。我们看苹果现在是应该 all time high。我通常买股票不会在价格往上涨的时候买，都是有回调的时候，这种重大的回调，甚至在熊市的时候去买。所以我买的都是这种下跌趋势的时候，在这种点上我不会去跟了。再看英伟达，1-2星期前它达到了它的 all time high 历史最高点，现在又跌下来一些了。我前2天的视频里有提到过，这个长长下影线的 K 线是一个 bullish 的信号，大概率会上涨。果然昨天开始有上涨，今天又回撤了一点，我希望它能够跌下来，跌到这个线附近，我好能再加一点仓。Meta 目前的这个点就是我喜欢再加仓或者开仓的位置，有一个暴跌，同时它的估值是高于现在的股价的。我上一期视频也有提到， Meta 也是走了一个长下影线，大概率会反弹。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观察个几天。谷歌同样现在不仅是因为它高估，而且也因为它现在是处在 all time high 最高点上，要买的话就要等它的回撤，或者这种更大的回撤，这种回撤我是不会在这种高点上去买了。特斯拉接近历史最高点，不过这个倒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估值远远低于现在的价格。在它的机器人业务真正出革命性的产品之前，我是不太会去买特斯拉了。我个人是很喜欢马斯克的，这人太聪明了，干什么什么行。他创立的几个公司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充满了想象力。不过你不能因为喜欢他，不能因为佩服他而去买一只股票。亚马逊现在也是历史最高点，而且前几天财报发布后有一个跳空高开，
这个涨的曲线有点过于陡峭了，接近90度了。我要加仓的话，也一定会等它回撤，这种回撤的时候再去考虑。像这种回撤，微软价格比它的估值没有高太多，如果它的 K 线走得漂亮的话，也可以考虑。但是目前从这个 K 线走势来看，怎么看怎么有点凶险。这是个双顶 ，MACD 两条线现在也马上就要进入0轴以下，所以目前的走势有点凶险。刚才简单看了一下这几只股的技术走势，再结合 PE 值、PEG ratio 和 DCF 估值，英伟达和 Meta 是现在比较合适的加仓或者开仓的股。如果这一两天这两个股价格再跌一点的话，我会再加一点仓。这只是我个人用我自己的方法进行估值的一个思路，并不是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对做美股的观众朋友们有一点参考意义。谢谢收看，还请点赞、订阅、评论，下期再见。